各位厝边头位兄弟姐妹，大家好！今晚福全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发生，而且听了会让人心头一惊的故事。我有一位很熟的医生朋友，是看内分泌科的，有30多年的经验啦。前阵子他看了一个门诊，来的是一位65岁的张女士。这位张女士啊，可以说是我们这种年纪的模范生，非常注重养生，平常饮食清淡，也有运动的习惯，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啊，可以说是信心满满。但是啊，她那阵子总觉得身体不对劲，很容易累，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黄。家里的人不放心，才催着他去看医生。医生一看，经验老道，心里就有个底，马上安排他去抽血。报告一出来，不得了，那个代表肝脏有没有在发炎的指数 GOT、GPT， 正常人大概是40以下。这位张女士，她的指数竟然飙到200多，是正常人的5倍以上。我的医生朋友很直接地告诉她，张女士，你这个是典型的药物性肝损伤，简单说就是你的肝被你吃的东西给毒坏了。张女士一听简直不敢相信，她说，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平常身体好得好，连感冒都很少，根本没在吃什么西药啊。医生就问她，那你有没有在吃什么保健食品？这句话一问，张女士就像找到知音一样，很高兴地从她的包包里拿出一大袋东西，哗啦哗啦地倒在桌上。我的天哪，总共有7、8罐，有美国来的综合维他命，有澳洲来的钙片，有德国的银杏，有深海鱼油，还有一罐是他儿子特地从韩国带回来，说是对女人身体很好的红参萃取物。他还很得意地跟医生说，他每个月花在这些瓶瓶罐罐上的钱，比他家1个月的买菜钱还要多。他觉得这是在为自己的健康投资。结果嘞？结果啊，他不是在投资健康，他是在花钱买一个肝脏衰竭的风险。听到这个故事，大家是不是心头一惊？大家好，我叫福全，社区的朋友都这样叫我。我不是医生，也不是什么专家，我跟大家一样，就是一个年过60，希望自己跟老伴、跟身边的朋友都能健康康康的普通人。几年前，我老伴的血糖也是亮红灯，常常头晕不舒服。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吓到，才开始去认真看书，问医生，去研究到底要怎么吃、怎么动，身体才会真的好。我这一路走来，也缴了不少学费，买过很多像张女士那样的瓶瓶罐罐，绕了很多冤枉路。听到这个故事，大家是不是心头一惊？大家好，我叫福全，社区的朋友都这样叫我。我不是医生，也不是什么专家，我跟大家一样，就是一个年过60，希望自己跟老伴、跟身边的朋友都能健康康康的普通人。今天福全会站在这里，就是想用一个促边头尾的身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学到的、我看到的最真实也最重要的健康观念。张女士的故事是不是也让你想起自己家里的那个药柜，或者厨房的某个角落，是不是也堆了好几瓶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个年纪想要补充营养，让自己身体更勇健，这个观念绝对没有错。但是我们花大钱买回来，每天吞下去的这些东西，到底是我们身体真正需要的营养，还是像张女士一样，是在花钱买负担？如果你的药箱里面也有超过3瓶以上的保健食品，或者你也曾经有过跟我一样的困惑，
请你在下面的留言区输入一个1，好不好？让福全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瞎操心，让我们知道彼此并不孤单。今天我就不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理论，我就直接把我那位医生朋友在他30多年的临床经验里看到问题最多、害得最多长辈身体出状况的5大保健食品黑名单一次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我自己和我家人是绝对不碰的，请大家一定要张大眼睛、竖起耳朵听清楚了。好，我们倒数回来，从黑名单的第5名开始讲。第5名就是那种号称全方位的营养包，或是高科技的抗老营养套装。这个东西的广告你一定听过。现代人饮食不均衡，一天一包，从维他命 A 到锌，所有营养素一次帮你补齐。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很吸引人？尤其是对我们这种记性不太好、常常忘记今天要吃哪一颗的长辈来说，简直就是救星。但是福全要告诉你，这就是第一个最大的陷阱。为什么？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我们身体运作最重要的2个原则：个人化和精准化。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是都不一样？有的人缺钙，有的人缺铁，有的人根本什么都不缺。就像我们家里要修理东西，你是会把整个工具箱的工具、螺丝起子、铁锤、老虎钳全部都往那个坏掉的桌子丢过去吗？当然不会嘛。你一定是看哪里松了，就拿对的螺丝起子去锁紧，对不对？吃营养品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种全方位营养包就是把几十种化学合成的营养素，不管你需要不需要，全部打包在一起，叫你一次吞下去。这等于是把我们的身体当成一个垃圾桶，你每天都丢一大包化学合成物进去，谁要来处理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啊。我们的肝是身体最大的解毒工厂，你吃进来的东西，不管好坏，都要经过它。你这样每天给它超量的工作，等于是叫一个员工连续1个月，每天都加班20个小时，不让他休息。你说这个员工会不会过劳？会不会累倒罢工？那位张女士的肝指数会飙到5倍，就是这个道理。她的肝用发炎的方式在跟她抗议。陶干娘，我真的不行了。我那位医生朋友也处理过一个案例，一位50几岁的大姐去参加一个说明会，买了一套号称是美国最新太空科技的全方位抗老营养套装，1个月份就要1万多块。她很宝贝，每天照3餐吃。结果不到2个月，也是全身倦怠，脸色发黄，跑去看医生。一验肝指数也是飙高，后来把那套东西停掉，过了3个月，肝指数才慢慢降回正常。他还跑去跟卖他产品的人理论，对方怎么说？对方说：“哎呀，这是好转反应啦，表示产品在帮你的身体排毒啦。”各位，请记住，没有好转反应这回事，身体不舒服就是身体在发出警讯。不要再被这种话术给骗了。所以第5名全方位营养包，请大家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再吃了。接下来黑名单第4名，这个东西最近几年非常红，很多专家甚至电视节目都在推广，叫做高蛋白粉。大家都听过，我们年纪大了最怕肌少症。肌肉流失，人就没力气，容易跌倒，很危险。所以要补充蛋白质，这个观念对不对？对，100%正确。那为什么高蛋白粉会上榜？问题就出在它是粉，不是天然的食物。我用一个比喻，大家就懂了。我们的肾脏功能是什么？就是身体的滤水器，或者说是净水厂。负责过滤血液里面的废物，然后变成尿液排出去。
我们吃了蛋白质之后，身体会利用它来长肌肉、修补组织，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最主要的一种叫做尿素氮。这个尿素氮就要靠肾脏这个滤水器把它过滤掉。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滤水器功能很好，马力很强。但是人只要过了40岁，肾功能，也就是医学上讲的肾丝球过滤率，就会开始像溜滑梯一样，慢慢的、自然的衰退。这是自然的老化，没有人能避免。我们这个年纪的肾脏，就像一台用了50-60年的老旧滤水器，它的滤网上面可能已经有一些堵塞，过滤的速度也变慢了。如果你是吃天然的食物，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吃了一片鱼，或是一块豆腐，或是一颗蛋，这些蛋白质会慢慢的被你的肠胃吸收，然后代谢废物，也就是那个尿素氮会缓缓的、稳定的产生，送到肾脏去过滤。对我们这个老旧的滤水器来说，这种工作量它还可以应付。但是高蛋白粉是什么？它是一杯高浓度的液体，你咕噜咕噜喝下去，它很快就被吸收，然后在短短的1-2个小时之内，瞬间产生大量的尿素氮，全部冲到你的肾脏，等于是叫你这个老旧的滤水器突然要用消防队的那个高压水柱的强度去过滤这些废物。你说这个老旧的滤网堪得起几次这样强力冲刷？我那位医生朋友就遇过一个最让他心痛的例子。一位74岁的阿公，身体还很硬朗，但就是担心自己肌肉不够，听人家介绍就去买了一大罐高蛋白粉，每天早上、下午各泡2大匙来喝。他喝得很高兴，觉得自己体力好像有变好。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开始觉得脚很容易水肿，人也变得很疲倦。儿子带他去医院一检查，肾功能指数整个是满江红，已经是慢性肾衰竭，的第4期，再差一点点就要准备洗肾了。阿公跟医生说，我只是想让自己更健康，我做错了什么？各位，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用了不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的方法。要补充蛋白质，预防肌少症非常好，但请你去市场买你看得到、摸得到、吃得到原型的食物。早上1颗水煮蛋，中午1片巴掌大的蒸鱼，晚上1块卤豆腐。这样一整天的蛋白质，对绝大多数的长辈来说就已经非常足够了。这些天然的食物才是我们身体真正认识、真正懂得如何处理的好朋友。而那些经过加工、萃取的粉，对我们已经老化的器官来说，往往是负担，不是营养。好，讲完第5名和第4名，可能有些人心里还在想啊，这2样我没在吃，还好。但是福全要告诉你，接下来要讲的第3名和第2名，我敢打包票，在座正在看影片的各位，10个里面起码有8个家里一定有，甚至很多人还把它当成是孝敬父母或是每天必吃的保养圣品。准备好了吗？黑名单第3名，银杏。听到这个，是不是很多人心里咯噔一下？福全，你是不是搞错了？银杏不是很好吗？都说可以清血管、通血路、预防老人失智耶，我已经吃好几年了。各位朋友，我知道这跟我们长久以来的认知有很大的冲突，但是请你相信我，科学的证据是不会骗人的。关于银杏到底能不能预防失智，全世界最大最权威的一个研究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花了8年的时间，找了3000多位年长的受试者做的
银杏记忆评估研究。这个研究的结果非常清楚，我念给大家听。长期服用银杏对于预防湿气症或是延缓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你没听错，没有效果。你可能会说，没效就算了，反正吃了也没坏处，就当吃个心安嘛。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银杏它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危险的药理作用，就是抑制血小板凝集。这句话听起来很专业，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我们的血液里面有一种叫做血小板的士兵，当你受伤流血的时候，这些士兵会马上冲过去，大家抱在一起，把伤口堵住，血才会停。这个过程就叫做凝集。银杏的作用就是去干扰这些士兵，不让他们抱在一起。所以你吃了银杏之后，你的凝血功能会变差。这样会有什么危险？危险可大了。尤其是如果你同时还在服用一些心血管科医生开的抗凝血药物，最常见的像是阿司匹林 （aspirin） 或是保栓通等等。这些药物本身的作用就跟银杏一样，也是在抑制血小板凝集，目的是为了预防血块里面产生血块，造成中风或心肌梗塞。现在你想象一下，医生开给你的阿司匹林，等于是已经派了一队人马去稍微压制一下你身体里的凝血士兵，让他们不要太过度活跃。结果你又自己跑去吃了银杏，等于是又派了另外一队更强的人马也下去一起压制。这两队人马加起来的力量会产生1+1=2的效果，把你身体里的凝血功能压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就像你开车，本来是轻轻含着刹车在下坡，结果有人从旁边又加一脚，把你的刹车整个踩死，甚至把刹车油管都给踩断了。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生严重的出血，可能是刷牙的时候牙龈流血不止，可能是肠胃道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慢慢的渗血，造成黑便、贫血。最可怕的就是发生在脑部，也就是所谓的出血性脑中风。这种因为药物交互作用引起的脑出血，往往来得又快又急，死亡率非常高，就算救回来，也常常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福全在这里要用最严肃的态度拜托大家，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服用任何抗凝血的药物，请你立刻马上把你家里的银杏保健品拿去丢掉，一刻都不要犹豫，这不是在开玩笑，这是攸关性命的事情。接下来黑名单第2名，这个东西在长辈圈的普遍程度可能比银杏还要高，那就是高剂量的钙片。补钙防骨松这句话我们从年轻听到老，对不对？年纪大了，骨头不好，很容易骨折，所以要多补充钙质。这个观念也完全正确，但是魔鬼就藏在怎么补这个细节里。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主流观念都是叫大家去买那种一颗剂量很高，动不动就800毫克、1000毫克的钙片来吃，觉得这样最快最有效。但是最近10几年来，全世界的医学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用这种方式补钙，不但对骨头的好处很有限，反而会对我们的心血管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这到底是为什么？道理其实很简单，我再用一个大家一定听得懂的比喻。我们家里烧开水的热水瓶用久了，里面是不是会结一层白白硬硬的水垢？那个水垢是什么？那就是水里面的钙离子沉积下来的。
我们的血管就跟那个热水瓶的内壁一样，当你一次吞下一颗高剂量的钙片，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你血液里的钙离子浓度会瞬间飙得非常高。你想想看，一颗1000毫克的钙片，等于是你一次喝下1公升的全脂牛奶的钙含量。这么多的钙突然冲进你的血液里，你的骨头根本来不及吸收，身体也用不掉。那这些多出来的在血液里乱跑的游离钙要去哪里？它们就会像水垢一样，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个过程医学上就叫做血管钙化。本来我们年轻时血管是充满弹性的，像一条新的橡胶水管 QQ 的。血管钙化之后，你的血管壁上就等于是铺上了一层水泥，让你的血管变得又硬又脆，失去了弹性。血管硬化会带来2个最致命的后果。第一，心脏的负担会变得非常大。你想想看，心脏要把血液打进一条硬邦邦的水泥管里，是不是要比打进一条有弹性的橡胶水管费力好几倍？长期下来，心脏就会过劳，容易导致心脏衰竭。第二，也是最可怕的，就是大幅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纽西兰和哈佛大学都有做过大型研究，都证实了长期服用钙片补充剂的女性，她们发生心肌梗塞的风险比没有服用的人要高出许多。而且这些多余的钙不只会沉积在血管，还会跑到肾脏，跟草酸结合，形成一颗一颗的石头，也就是肾结石，让你痛到在地上打滚。所以各位朋友，我们需不需要补钙？需要，但是最好的钙质来源永远是天然的食物，而不是那一颗一颗的化学合成钙片。你可以每天喝1杯牛奶，1杯无糖优格。你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像是芥蓝菜、红苋菜。你可以吃传统的板豆腐、小鱼干。这些食物里的钙，因为是跟其他营养素一起存在的，所以吸收率好，而且是缓慢、稳定的进入你的身体，不会造成血钙浓度瞬间飙高，也就大大降低了血管钙化的风险。把买钙片的钱省下来，拿去买这些天然又美味的食物，这才是真正聪明又安全的补钙方法。好，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公布了黑名单的第5、4、3、2名。从伤肝肾的营养包、高蛋白粉，到可能引发大出血的银杏，再到会让血管硬化的钙片，每一个都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想象。现在我们要来揭晓我那位医生朋友心中最毒、最危险、最不应该碰的黑名单第1名。这个东西，它常常被打上抗氧化、抗衰老、养颜美容的标签，被当成是最高级的抗老圣品。它就是高剂量的抗氧化剂，尤其是其中2位最有名的代表维生素 E 和贝塔胡萝卜素。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脑袋又轰的一声，完全想不通了。抗氧化不是好事吗？身体老化生病，不就是因为自由基太多，身体氧化了吗？补充抗氧化剂不是在对抗老化吗？怎么会是第1名的毒药？各位，你说的理论完全正确，在实验室里，在培养皿上，科学家也证明了这些抗氧化剂确实可以中和掉自由基。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的医学界都跟我们一样，非常乐观地认为，只要让大家补充高剂量的抗氧化剂，应该就可以预防癌症、预防心血管疾病。
但是，当科学家们真正把这个理论挠到人体上来做大规模、长时间的临床试验时，得到的结果却是完完全全相反。结果震惊了全世界。有2个最经典的研究是所有医学生都必须要读的，一个是芬兰做的 ATBC 研究，另一个是美国做的 CARET 研究。这2个研究的目的都一样啊，他们找来好几万名有吸烟习惯的高风险族群，让其中一组人每天补充高剂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就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另一组人吃安慰剂。他们本来满心期待的想看到吃贝塔胡萝卜素的这组人肺癌的发生率会下降，结果呢？结果不但没有下降，长期补充高剂量贝塔胡萝卜素的这组人，他们得到肺癌的风险竟然比没吃的人反过来增加了将近30%。这个结果一公布，研究团队吓到，立刻紧急终止了这个临床试验，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正在做的不是在救人，而是在害人。为什么会这样？目前科学家还没有100%的定论，但主流的推测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氧化还原系统是一个非常精密、非常平衡的跷跷板。你用高剂量的单一抗氧化剂强力的介入这个系统，反而会破坏它原有的平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让这个抗氧化剂自己变成一个促氧化剂，加速了细胞的癌变。这就像一个国家本来有警察也有军队维持着一个平衡，你突然派了50万个特种部队进去，以为可以让治安更好，结果反而可能引发了内乱。如果说增加癌症风险还让你觉得有点遥远，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朋友身上的悲剧。这个故事我每次想起来心里都非常的沉重。这位朋友我们叫她王太太好了，她当年70多岁，是一位非常爱漂亮也非常注重养生的女士。她每天都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精神饱满。她听人家说每天吃高单位的维生素 E 可以抗老，让皮肤有光泽，还可以保护心血管，所以她就去买了那种1颗400个国际单位 IU 的高剂量维生素 E， 每天都按时吃1颗，持续了好几年，从来没有间断过。有一天下午天气很好，她一个人在家里，从客厅要走去厨房，就在转身的时候，她的额头只是轻轻的，真的是非常轻的碰到了一下门框。有多轻？就是我们平常可能连哎呦一声都不会叫出来的那种程度。她当时也不以为意，就继续去做她的事。但是啊，过了大概1-2个小时，她开始觉得头痛得非常厉害，接着就开始恶心呕吐，然后很快的人就不省人事了。家人回来发现，赶快叫救护车送到医院。送到急诊室，医生立刻安排了脑部电脑断层扫描。片子一出来，所有医生都倒抽一口气。在王太太的脑部有一大片触目惊心的白色影像，那代表着严重的大面积的颅内出血。医生立刻安排了紧急开颅手术，想要清除血块，挽救她的性命。但是就在手术的过程中，主刀的脑神经外科医生发现，王太太的血液几乎是处于一种无法凝固的状态，血一直从微血管渗出来，根本止不住。最后，王太太还是没有被救回来。事后，医生在跟家属解释病情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这么轻微的碰撞，怎么可能造成这么致命的大出血？在家属提到了王太太长期在服用高剂量维生素 E 之后，所有的谜团才终于解开。
因为维生素 E 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银杏一样，它也有非常强的抗凝血作用。王太太常年来月的吃，让她的凝血功能已经变得非常的差。对一个正常人来说，那个轻轻的碰撞，可能就是皮下一点点小的淤青，身体的凝血功能很快就会把它修复好。但是对王太太来说，那个轻轻的碰撞就足以让她脑部脆弱的微血管破裂，而她又因为凝血功能太差，导致这个小的裂缝血流不止，最终形成了致命的血块，压迫到她的脑干，夺走了她的生命。一个只是想要让自己更健康、更年轻的初衷，最后却换来一个这么悲伤的结局。讲到这里，我的心里真的很难过。我们今天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了这么多真实的案例，从肝损伤的张女士，到差点洗肾的阿公，再到不幸离世的王太太。福全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来制造恐慌，吓唬大家。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要恳请大家，从今天起，把我们对健康的投资，从那些五颜六色、充满化学气味的瓶罐，转移到我们每天吃的餐桌上，好不好？你可以试着下一次把你要买那一罐2-3千块保健食品的钱省下来，好不好？拿着这些钱去菜市场走一走，去为你的家人多买几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买一把红色的番茄，一颗紫色的茄子，一条黄色的地瓜，一把深绿色的菠菜。你看看这些食物，它们的颜色多么漂亮，它们的生命力多么旺盛。因为真正的健康从来就不在一颗又一颗冰冷的药丸里面，它藏在我们餐桌上那些五颜六色、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食物里。它藏在我们每天早上迎着阳光出门去公园散步、打太极拳的脚步里。它也藏在我们跟老朋友、跟我们的子女孙子相聚在一起泡一壶茶、开怀大笑那种发自内心的欢笑声里。这才是养生，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健康自在的人生。最后，福全帮大家做一个总结。今天讲的这些保健食品，是不是就完全不能吃？也不是。任何营养素，它的原则都是，只有在你经过医生诊断真的缺乏的时候，你才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精准的、适量的去补充。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健康、没有特殊疾病的长辈来说，一个均衡、多样化的天然饮食，远远胜过任何高剂量的保健食品。请大家相信我们的身体，它有非常强大的智慧，它知道怎么从天然的食物中去吸取它所需要的营养。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给它对的、好的原料，而不是给它一堆它不认识的化学合成物去增加它的负担。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请在下面留个言，告诉福全你家里丢掉了几罐保健品，让我们互相鼓励。最重要的，请记得按下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福全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实在的健康知识，也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您关心的亲朋好友，救人一命，功德无量。这支影片说了太多实话，随时可能被下架，记得先收藏起来哦。我是福全，谢谢大家今天这么有耐心的听我这个老人家啰嗦。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摆脱药罐的绑架，拥抱一个真正健康自在的晚年。我们下次见。